开事实不论，你为什么要吼我？一般人呢是帮理不帮亲，或者是帮亲不帮理。那这么一片的网友，他们两者都不是，他们的逻辑是谁哭谁有理，会哭的小仙女有奶吃。拨开世间万象，解密背后真实。大家好，我是野生 AI 产品。最近王志安、王爵和前妻施泰李丁纷争闹了好几天了，一堆人竞相在臆测各种事实，就没有人认真的分析双方的纷争客观事实是什么。咱们今天就做一回清官，来断一断这家务事中到底真正的事实是哪些内容。3月9日周天的晚上，施泰李丁在王志安家中突然开启直播。你给我滚！从我家滚出去！他现在他要逼死我，他还报警，他要从……我们换个时间直播。直播内容到这里就被掐断，后续发生的事情只能从双方的表述来还原到底发生了什么。当时我看到这一段直播视频的时候，第一反应也是没想到王志安还有这样暴露咆哮的一面，施泰看上去也太可怜了。但真正抛开双方的情绪，整个这6分钟的直播到底有哪些客观陈述的事实啊？我们先来看王志安这一边，整个6分钟的直播中，王志安的表达其实就只有一个诉求：你给我离开我的家，从我家滚出去！听到了吗？王志安说的话透露出以下几个事实：第一个，李丁手中的钥匙是王志安自己给的，但这一次没有邀请李丁进入自己家中。他原话是这样讲的：要是给你，并不表明让你进我们家，你知道。第二个事实是，施泰已经住进来了9天，他忍耐了9天了。你在我们家住了9天了，你知道吗？我忍你已经够了。第三个事实是，这中间报警是王志安主动报警。第四个事实是，整个这一个视频中，王志安是处于一个极端愤怒的情绪中，从他咆哮的声音、动作都能看出来。注意啊，这里我用的是极端的愤怒，意思是超出了理智的控制能力啊。证据是，王志安已经完全不顾及自己当前行为产生的影响了，只想把自己当前的诉求达成再说。我们看视频中他说的：你随便直播，理都不理你。从这个说的话中，另一个角度其实也能看出来，王志安是相当坚信自己当前的行为是占理的，主动报警其实也侧面能看出这一点。那看完了王志安他的这个表述，我们再来看施泰这一边。施泰在直播中主要是以下内容：第一个是2018年施泰是在中科院上班，做微博科普，有800多万粉丝。第二个事实是，王志安和施泰是隐婚，公众和很多同行都不知道他们是两口子。我说，可是别人都不知道我们是两口子啊！你不是不准我说出去吗？有时候人家搞活动，碰巧邀请了我们俩，你都让我叫你王老师。事实也确实是这样。当时我有关注王志安，因为看财经朗眼，还有王志安经常出现，同时也看过一壶一席谈啊等等这一些节目。那施泰我也有看过他写的文章，尤其是穹顶之下之后查气象方面的一些文章，环境保护的，施泰的好几篇文章流传都比较广。但是我当时完全不知道他们两个是两口子。那除了这2个客观事实之外，施泰在直播中还做了以下的6个控诉。第一个是2018年王志安要求他退出网络，王志安要求我退出网络。第2个控诉是王志安逼他来到日本。第3个是来日本2个月后就要和他离婚。第4个控诉是离婚是王志安逼他的。第5个是离婚时王志安给他做出过承诺，不会再要小孩，会给女儿全部的爱。第6个控诉是现在王志安这是要逼死他，现在他还要报警。你们总是说是我跟他离婚，不是的，是他逼着我离婚。在整个6分钟的直播中，施泰对王志安提的诉求，你离开我的家，给的回复是钥匙是你给我的，潜台词的含义是所以我可以进来。那整个双方对比的内容就是这个。施泰的情绪是处于崩溃的边缘的，并没有很清晰的在这个直播中表达出自己的诉求，更多的是一种情绪宣泄和委屈的控诉，看着非常令人可怜，令人忍不住猜想到底要经受多大的委屈才会有这么极端的情绪崩溃环节。但施泰表达的这6个点，我用的是控诉啊，因为像这一类内容它是需要证据的，在直播的这个视频中是没有切实的证据支持这个答案的，需要结合后面双方各自的回应来一一分析。我们在后续视频中再来详细聊这个。今天我们就先聊通过这个直播视频中能弄清楚答案的事实。直播当晚王志安的诉求和表达行为，针对这一个问题啊，很多网友有一些表达就类似于这样。网友的这一些表述啊，核心就是认为王志安在当晚的行为和诉求是不对的，但是支持这种表述的底层逻辑
却奇葩的一塌糊涂。总结下来就是一个小仙女的神仙逻辑。抛开事实不论，你为什么要吼我？一般人呢是帮理不帮亲，或者是帮亲不帮理。那这么一片的网友呢，他们两者都不是。他们的逻辑是谁哭谁有理，会哭的小仙女有奶吃，咱能不能就事论事啊？直播当天晚上，王志安的诉求，无论是从道德还是法律上，都是合理的。从法律上来讲，王志安的私宅住宅，他有权利要求施泰的离开；从道德上来讲，施泰已经入住了9天，多次双方发生争吵，合理的猜测，在这9天的过程中，王志安多次的明示暗示表达了需要施泰的离开，但施泰没有选择接受。第二个是后续双方透露的信息中了解到，王志安当时的情况是，他女友已经怀孕了9个半月，即将临产，此时要求前妻李听不进入自己家中，在道德上合情合理。第三个呢是施泰持有的理由，因为你给我的钥匙，所以我能来。但是实际上给了钥匙不等于同意李听在此时进入家中，因为给钥匙的那个时间点并不是当时的这个时间点。我其实自己手上有好几个朋友家的钥匙或者门禁的指纹，但是每次我需要去这几个朋友家的时候，我都会提前打招呼，选择一个对方合适的时间。如果对方的时间不合适，也需要调整自己的计划。第四个，在这个直播中，王志安其实非常明确地表达了拒绝进入的这个要求，但是李听没有听。那从诉求上是合情合理的，那么王志安的表达的行为或者表达的方式是不是合情合理的？在整个视频中啊，王志安主要是通过咆哮大喊从我家滚出去，说要送你去监狱，类似于这一类的表达确实很不体面。但考虑到这些行为已经是在忍耐9天后的爆发，在这种情况下，王志安已经愤怒到几乎要冲破理智了。你再苛求他在这个事情你要体面一点，要做得更好，其实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夫妻之间、情侣之间吵架，吵到这个话赶话，或者说是吵到那个极端的程度，你要求冷静一下，你想想你能做到吗？在这个事情上，如果王志安的表述行为上要更合理一点，可能就是不骂不咆哮，直接报警。那个时候上来的就不是王志安，而是警官直接上来将施泰李听带出去。我们社会中有一种普遍的情绪啊，就是女生的情绪爆发、哭闹得到的反馈往往是安慰啊什么，在整个成长过程中都是这样。男生同样的情绪表达、哭闹，往往得到的不是安慰，而是要求他压抑自己的情绪。但其实男性也是人呢，平时情绪的稳定不代表永远的稳定，也不代表没有情绪。一旦到了情绪的极端爆发点，做出这种咆哮大吼的行为，我觉得是属于一个可以接受或者说是能理解的一个行为吧。在整个这个过程中，王志安的诉求是合理的，他的行为上可能没有做到满分的这一个状态，但你忍了9天之后，我觉得这种表现已经够可以了。小仙女们的神逻辑，抛开事实不论，你为什么吼我？这种奇葩的逻辑还是少一点吧。那本节视频针对这个直播中能看出的事情，我们就先聊到这。下节我们来详细分析，当直播被掐断后，双方到底发生了什么，又是谁是谁非？我是野生 AI 产品，陪你一起成长。对不起，请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把话说清楚。2018年，当时我在中科院工作，当时在微博上做科普，有800多万关注。我那时候我事业很好，王志安要求我退出网络，理由是我总是喜欢对社会热点事件发表看法，受人关注。他说他自己已经是名人了，家里不能有2个人都在风口浪尖上，这样家庭风险太大了。我说可是别人都不知道我们是2口子啊，你不是不准我说出去吗？有时候人家搞活动碰巧邀请了我们俩，你都让我叫你王老师。他说他妈的，他说我滚，滚。
你别再吓唬孩子，给我滚！你给我滚！从我家滚出去，听到了吗？你在我们家住了9天了，你知道吗？是你说的，滚！你说的，你把你的家的钥匙给我的。你给我滚！你给我滚！你不能，我马上报警！我忍你已经够了，我跟你说，我马上报警。你随便，你知道吗？你随便直播，理都不理你。你私传我们家，我跟你说，我马上报警。你把孩子吓的，你随意。我马上报警。すみません。中国語を話せる人がありますか？はい、うん。はい。你随意，你知道吗？你把一个人家占领9天，你知道吗？我没有占领，我来警察跟你讲，没有任何人批准你到我们家，知道吗？你把钥匙给我的，你把钥匙给我的。钥匙给你，并不表明让你进我们家，你知道吗？你等着进监狱。跟你说吧，你既然这么做，我跟你说，你就等着进监狱。好，我进监狱。すみません。来，请问你好，我进监狱。喂，你好。你好，嗯。你好，你能听到我说话吗？我能听到你说话。静一下，让我进监狱。好，让我进监狱。你把这个关了，我现在有涉及到个人隐私，我要报警。啊，你好，嗯，你稍等啊，我到那个楼下去你好，我住在。王志安要逼死我，他要逼死我。他离婚的时候，他答应我的，他离婚的时候，他答应我的，他不是这么说的，是他们的员工都知道的。他跟我离婚，他是有条件的。当时他逼着我来日本，我们才来了2个月，他就要跟我离婚。你们总是说是我跟他离婚，不是的，是他逼着我离婚。好了没有？是他逼着我离婚。他跟我离婚的时候，他是有条件的。他说他不会再生孩子。他说我们之间的女儿是你可以得到他全部的父爱，这都是他说的。换个时间直播好不好？但现在他要逼死我，他还报警，他要从。我们换个时间直播。